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内容。刚才呢，我们一直在介绍这个 IP 地址啊是如何去划分子网的。那么介绍完 IP 地址划分子网以后，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同一网段还是不同网段。介绍完同一网段还不同网段，我们来介绍这个协议，叫做 ARP。首先，比如说我们有一台设备，我们两台设备吧 ，A 和 B， 两台设备 A 和 B。那么对于这两台设备来说，它们两个要进行一个最简单的连接就是直接连接上。我们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网络。然后 A 想要访问去访问 B，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输入 IP 地址。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局域网内共享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对方的这个网上邻居看不到对方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敲那个什么192.168.1.100，然后我们去访问对方的那个共享的那个文件夹那么在这个 A 上面，现在我们给它 IP 地址，这是192.168.1.100斜杠25。B 地址192.168.1.200斜杠25，它们两个能访问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的 PC 想要进行相互访问的时候，注意，它有一个判断逻辑，什么逻辑呢 ？A 现在想要去访问 B， 那么对于 A 来说，我们说源和目标，源是192.168.1.100，目标是192.168.1.200。那么对于这个目标来说 ，A 要判断对方是否跟我在同一个 IP 网段内，而如果没有 IP 子网掩码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它们两个的掩码都是用位数表示为25。那么如果表示为25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设备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内。如果是24，那没有问题，肯定在同一网段内，因为24它们的掩码都是255.255.255.0，前面三个字节或者说前面三个数值都一样，那么就在同一个网段内。但是对于这个来说，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内呢？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2进制我们来看一下10进制100换成2进制是多少？111000100。好，我们来写。那么它换成2进制，100换成2进制是1100100，然后前面加一个0，8个 bit。25，那么也就这一位因为前面我就不写了，然后它前面也都是一样的，前面是24位，25个位的掩码，所以说这一位是100000000。好，那么它的网段是这样的。这些前面的代表它的网络位，那么对于200来说是多少呢？对于200来说，2进制是1100100。好，1.100它的掩码是01100100100。1.200它的掩码是1100100这是200。然后它们的掩码都是到这儿的前面24个 bit 我就不写了，24位。那么对于这儿来说，加上这一个比特位，这一共是25位，因为它们的掩码都是斜杠25的一共25位。你会发现一个呢是0，一个是1，它们两个并不在同一个 IP 子网。也就是说，对于1.100斜杠25来说我们换句话说 1.100斜杠25，前面192.168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它的这个里边，它的 IP 主机可以，这个子网里面的主机取值范围是什么呢？是1.1到1.126，127是全1，一共126个。
那么对于1.200/25这个子网，它的取值范围是1.129到1.254，也是126个，也是126个。那么很明显，100落在了这个范围，200落在这范围，这两个不是同一个 IP 子网。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一个局域网内，首先我主机在访问对方的时候，我要判定对方跟我是否在同一个 IP 子网内。如果我们在同一个 IP 子网内，我会对它进行直接性的访问。而如果我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子网内怎么办？去找你的网关。还记得我们在配置这个 IP 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在配置 IP 的时候，我们应该稍等，我看一下有没有就这一个活跃的，就只能用它了。我们在配置 IP 地址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要配置一个网关当然我这儿没有配置，因为我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好，如果对方不跟你在同一个子网，你要去通过你的网关对其进行转发，那么这个东西在转发的过程中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所以说，首先要通过 IP 子网判断对方是否跟我在同一个子网内。好了，假设在这个里边，他们俩是在同一个子网里面的。先讨论在同一个子网里边的情况。先讨论在同一个子网里面的情况。首先，这个它的 IP 是 10.0.0.1，B 的 IP 是 10.0.0.2，然后它们都是斜杠24的掩码。那么斜杠24的掩码意味着它的取值范围是1到254，因为它后面这个无所谓了嘛。这个也是1到254，它们俩的取值范围是一样的，而且都落在同一个范围内。OK， 它们两个在属于同一个子网。如果它们两个属于同一个 IP 子网的话，那么 A 在访问 B，A 想要去给 B 去做一个数据传递的时候，那么 A 在应用层回到我们之前的内容，在应用层把数据封装好。在应用层我们把数据封装好，那么发下来，甭管是 TCP 还是 UDP 我们暂且不谈第四层，反正 TCP 吧比如说是个 TCP 或者是个 UDP 一样，那么放在这儿了。再往下，第三层 IP 地址，我们说每一层封装都要有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对于 A 来说，很显然，在第三层的时候说 IP 地址我是 10.0.0.1， 我自己的我知道到哪儿从哪儿来，我能写得出来。我要访问的 B 是 10.0.0.2， 是不是我目标地址 IP 地址也有所以说对于 IP 层面来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叫做源和目的是都有的。好，封装好以后放到最下边以太网。对于以太网来说可不是这样，为什么？假设这两台主机都是刚刚开始开机的假设这两台主机都是刚刚开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 是不知道 B 到底的 MAC 地址是多少的。你刚刚开始嘛，我没有跟你进行过任何的交流，那我不知道你的地址是多少，而他只能知道自己的 IP 地址。这个时候怎么办把第三层的封装封完了以后，就要轮到第二层的封装了。第二层的封装从哪儿来？我自己的 MAC 地址我有，没关系，我写上去。但是到哪儿去呢？对方的 MAC 地址是不知道的。我想要访问 10.0.0.2 这台主机，我想要访问它的 MAC 地址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的 IP 地址。就是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个人也是一样，比如说我想找张三，我知道他叫张三，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那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如果这个人，就比如说就是一个班里面的同学，或者说就这一群人，对吧？都在。那么你要做一个统计也好，你还是要干什么也好，比如说你要办个银行卡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先去说什么呢？
在这儿喊啊，你比如说张三，把你的身份证号告诉我。这个时候张三听到了啊，说他知道你是在办正经事儿，那么他会过来找你，把身份证号告诉你。啊，这个是一样的。这个 IP 地址相当于人的名字，而 MAC 地址有可能相当于他的身份证号。所以说，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 MAC 地址，只知道对方的 IP 地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协议啊，就有一个东西要来帮你完成它，叫什么呢？叫做 ARP 协议，叫做地址解析协议。这个协议非常简单，就是针对目标 IP 地址去得到对方的 MAC 地址的这么一个协议，啊，针对目标的 IP 地址去得到目标的 MAC 地址这么一个协议。IP 是已知的，而 MAC 是未知的。那么这个东西在传输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什么呢？你并不知道对方的 MAC 地址是怎么做的，而你在传输数据的时候，这个数据真是一定要被封装的。那么你到哪儿去？这个目标地址到底封装成什么呢？特别是第一个报文，这个时候你要将目标地址封装成为目标 MAC， 啊，16进制全 F， 这叫做广播 MAC 报文。也就是说，你在第一个报文的时候，你要去广播，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在找这个主机的 MAC 地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在找这个主机的 MAC 地址，那么除了这个主机以外，别人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回应，只有这个相应的主机，他收到了这个报文以后，他要去处理，他发现，哎，你在找我的 MAC 地址，然后他回应给你，哎，说告诉你我的 MAC 地址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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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就拿到了对方的这个 0.2 和对方的 MAC 地址的对应，当然。我们不会傻到每次发送每次都会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在这儿，你一旦得到了对应的对方的这么一个映射关系，你要自己留存一份记录，这个记录保存多长时间呢？默认4个小时。啊，在我们的 PC 上面，默认一个记录保持4个小时，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啊，就是你跟他通信。默认将这个 IP 和这个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在你的电脑上面保存4个小时，前提是你这个电脑一直开着机。一旦你的电脑关机再重新启动，那么你所有保存的那些东西就动态保存的那些东西就全丢失了。那为什么不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呢？如果再短，那么可能呢你在与之通信过于频繁的时候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广播一次，这样对网络的冲击相对来说大了一些。如果保存的时间再长一些，这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旦这台设备被换掉了，比如这台设备下线了，换了一台新的设备上来，而这个 IP 地址是自动获取的，那么它也是 0.2， 你又想跟这个 0.2 再去这个通信的时候，那么它的因为换了设备 ，MAC 地址就换掉了。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时间的长短都是不太合适的。通常我们的操作系统保持4个小时，这是一个经验值，所以说我们后来把它做出来了。好，那么你在请求的过程中发出的这个报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ARP request， 叫做 ARP 请求，就是地址解析的请求。请求 IP 地址是10.0.0.2的这个主机回应给你它的 MAC 地址，而它给你回应的时候，注意这个是一个单拨，就是它只给你回应，而对于你请求是你要问所有的人，谁叫张三，把你的 MAC 地址，把你的身份证号告诉我。它给你回应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 ARP 的 reply， 叫做 ARP 回应，叫做 ARP 回应。好，这个是地址解析协议。当你解析到对方的地址以后，那么你的第2层的封装也就可以完成了。从哪儿来的？源是 MAC 地址，我自己的。到哪儿去这个时候我知道了，目标地址是他的。这是同一网段内的。说如果说 B 不同网段怎么办？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上网，那么可能百度也好，新浪也好，163也好，那么这些地址肯定都跟我不在同一网段，他们的服务器肯定都在他们的机房跟我不在同一个网段。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要去找网关。如果你的电脑是新开机，那么你的 ARP 协议要解析的并不是说目标地址的 MAC 地址，
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网关的麦克地址。所以说，你的网关必须和你的 IP 地址在同一个地址段，就是同一个 IP 子网里面。如果你的网关和你的 IP 不在同一个子网里面，一般的情况下会出大问题。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 ARP 这个协议。好，休息一下。